1997年拍的电影，居然聚集了这样的神仙阵容：南非最性感的女人查理兹·塞隆，还我狗命的基努·里维斯和黑帮教父阿尔帕西诺。就这还不够，100多万人打出了8.4的高分。故事开始，女孩声泪俱下控告老师性侵，被告老师当庭做出猥琐的动作，这本是铁证如山，但女孩还是败了。男主身为被告的律师，保持着64场连续辩护不败的战绩，他找到了制胜的关键，让女孩在陪审团眼里变成坏人。于是男主找到女孩在课堂上恶搞老师的画像，还进一步指出女孩背着家人办派对，玩一些不好的游戏，还威胁同学指认老师性骚扰，如果不照做，就把派对的秘密说出去。此时女孩成了众矢之的，官司打赢了，男主却高兴不起来。即使他又一次保持了不败记录，即使他知道老师有罪，即使有人提醒他，但他还是被这该死的虚荣蒙蔽了双眼，毅然决然做了自己不该做而想做的事情。在庆功的酒会上，男主接到来自纽约顶级律师事务所的邀请，刚开始还不信，直到男人拿出一张巨额的支票，他答应了。殊不知这将改变他的一生。男主来到纽约的第一场官司，就展现了他惊人的天赋，发现陪审团有几个人对被告不利，于是直接换人，赢得了官司。这是给老板的见面礼，老板则给他们安排了豪华的公寓，这是他的诚意。但为了测试男主，老板还让他办一件棘手的案子，为一个非法屠杀动物的客户进行辩护。第二天，他了解了客户的情况，客户还拿出牛舌进行一种祭祀，说会让对方律师闭嘴。开庭当天，男主为自己的客户做了一大堆辩护，等对方律师要辩护时，却一直咳嗽开不了口。就这样，男主莫名其妙赢下了官司，好像有股神秘力量在背后帮他。另一边，妻子在家刷墙，一旁的女人总是给他意见，无论刷什么颜色都不满意，他开始有点失控了，胡乱地扯下所有的贴纸，殊不知这只是他噩梦的开始。这天，夫妻两人来到宴会上，妻子遇到了公司的老板，老板很会洞察人心，发现女主的不自信，说你把头发扎起来会很好看。她把头发向后挽起来，果然女主笑得很开心，接下来的话更是一语中的。这番话好像有魔力一样，深深地刻在他的心里。与此同时，男主遇见了他此生梦寐以求的女人，两人交谈甚欢。此时老板出现，说有急事找他，要为纽约有名的地产大亨辩护。此案子涉及3条人命，男主之前从未接受过命案，但老板还是力排众议给了男主。回到家，妻子抱怨男主没有陪自己，而丈夫则指着女主无理取闹，这是两人第一次吵架，结果不了了之。第二天，女主把头发真的剪短了，随后她和其他阔太打发时间，阔太正在换衣服，突然变成了恶魔的样子，她惊呆了。回到家，男主安慰着妻子，但女主越来越激动，他们想要一个孩子，但男主抱着自己的妻子，心里却想着另一个女人。男主的虚荣心正在被放大，他想有一个能匹配自己的女人，对妻子的情况毫不放在心上，他还是若无其事的工作，没日没夜的调查。妻子的病越来越严重，他开始出现幻听，本能的拿起菜刀。当他小心翼翼走到房间一看，居然是个可爱的婴儿。他放下戒心，慢慢靠近，突然婴儿手里拿着他的卵巢，他吓得不知所措。事发后，男主只是不停安慰他。此时女主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，但这时电话响起，男主毫不犹豫地接起电话，是公司打来的，要求他赶快处理地产大亨的事。他走了，殊不知这是妻子最后的救命稻草。老板知道他妻子生病，让他把案子转交给别人，他果断拒绝了。随着男主对地产大亨助理的调查，他知道地产大亨就是杀人凶手。在去开庭的路上，老板再一次让他选择。可到了法庭上，男主还是犹豫了，他不停地张望，想要一个答案。最终，他还是让地产大亨的助理做了伪证，官司再一次打赢。此时，妻子已经病入膏肓，他开始胡言乱语，说有人侵犯了他，那个人就是男主的老板，他只能把妻子送到精神病院。这时，老板的助理拿着一面镜子，他看着镜子的自己，再看身后的女人，却变成了怪物。他再次受到惊吓，打破了镜子，捡起玻璃碎片，男主却无能为力，最终亲眼看着妻子死在自己的面前。男主找到母亲，母亲却告诉他一个惊人的真相：你的父亲就是你的老板，嘴里还说着这句话，他的老板也说过。男主恍然大悟，原来老板一直在观察他，这早就是谋划好的。他找到老板，老板也毫不避讳地承认了一切。男主怒火中烧，连续开枪，可老板居然毫发无伤，还在嘲笑他：你就这点能耐，自己打官司为何从未输过？你就没有怀疑？此时男主才反应过来。你的妻子是被你亲手害死的，你本有很多机会救她，可惜你太忙了。男主自知是自己的错，他无法面对死去的妻子。此时老板许诺他一个美好的未来，金钱名利一切唾手可得。
男主没有反驳，面对自己梦寐以求的女人，他看上去无力反抗。正当老板以为稳操胜算时，男主邪魅一笑，拔枪对着太阳穴来了一发，没人能阻止。撒旦暴怒，身上迸发出熊熊火焰，周围化成一片火海。撒旦还是败了，他终于露出他的真身，但他怎么会就这样放过男主？时间回到起点，男主站在洗手间，还是那个嘲讽他的记者。男主走进法庭，赫然看到妻子坐在审判席上等着他。他是如此的高兴可以重新来一遍，他禁不住2次亲吻妻子，并毅然宣布退出此案。就在所有人都为男主感到高兴的时候，一个记者追了出来，要求采访他，并且告诉他，律师的良心危机是个大热门，我会专门为你做报道，让你出名。在妻子的怂恿下，男主还是答应了。当他与妻子相拥离去时，身后记者的脸忽然幻化为老板的脸，他面带笑容地说出他的名言。男主又开始新的考验，而这次考验胜负不得而知。故事到此结束。这个开放式的结局最引人遐想，即使有第2次机会，可能也改变不了什么，因为人是如此的善变、健忘，而欲望又是与生俱来，难以遏制。稍微放松一下，即溃不成军，你还是成了魔鬼的代言人。